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懷有身孕的阿平搬竹子的時候摔倒了，沉重的竹子直接壓在了阿平肚子上，阿平疼得差點哭了起来。他咬着牙，用盡全身力氣才把竹子挪開。阿平山中砍來的竹子實在是太重了，对於這個懷孕的女人來說，明顯吃不消，也不知道孩子到底有事沒有。目前阿平能做的只是重新站起来，希望孩子能平安无事。他拍了拍身上的泥土，重新扛起了这些竹子向前出发。残酷的生活根本不給阿平喘息的機會，但這一次摔倒讓阿平更堅定了自己的信念，即使遇到再多挫折也要重新振作起來。阿平此時也變得更加謹慎小心起來。經過阿平的不懈奮鬥，這些竹子終於安全運送到了建房的地點。把這些竹子和木材全部擺在一起，阿平要開始謀劃怎麼搭建房子了。簡單的規劃過後，確定好了竹子和木材的長度，然後找來了一些木棍，用木棍插在土裡來確定房屋柱子的安裝位置。很快，一個用來插柱子的地方已經安排好了，找來了一個挖土的鏟子，阿平要開始行動了。阿平用盡全身力氣來挖土，這些用來放柱子的孔洞不能太淺了，要不然不能很好的固定這些柱子，所以阿平挖起來顯得很吃力。但經過阿平的不懈努力，一個很深的孔洞已經被挖好了。此時一到晌午，外邊的天很熱，阿平戴上了身上的帽子。過了好大一會兒，阿平才把這幾個空洞挖好，拿着木材在這些孔洞上比劃了一下，好像這些木材的尺寸不太合適。接下來阿平就需要對這些木材進行修整了。阿平真是既聰明又能幹，很快一截木頭就被阿平砍下了，沒有鋸條，只是拿着砍刀在砍，實在是太不方便了。好在重新比較之後，這個尺寸還挺合適，有了確切的尺寸就方便多了。不大一會兒，這些柱子就被阿平修整好了，把這些柱子一一放到孔洞之中，然後再把旁邊的泥土埋入鬆鬆的孔洞，最後夯實過後，一根柱子就被固定了。在這荒郊野外，有很多困難等待着阿平。越南的天氣變幻莫測，隨時可能有大雨等待着阿平，而且在這野生叢林之中，誰也不能保證沒有一些猛獸潛藏在其中。種種威脅，種種困難也沒有讓阿平選擇退縮。阿平要憑借自己的堅毅與才智，一步一個腳印朝着搭建新房的目標邁進。阿平不斷地調整柱子的位置，最後全部柱子已經被插入土中，用一根竹竿測量一下柱子之間的間距，還好沒有問題，這些柱子的位置很合適。然後就是把這些柱子附近的泥土全部填入孔中，用一根木頭來夯實柱子旁邊的泥土。過程很漫長，很枯燥，但阿平也一刻沒有停歇。當全部柱子下面的地基夯實過後，至此阿平的地面工作就完成了，接下來就是構造房子的屋頂了。把一根很重的木頭高高的舉起，放到柱子上，看着阿平懷着孕幹着這些粗活，就為他感到擔憂。接下來就便開始犯難了。房屋中心有一根柱子實在是太高了，阿平有點夠不着了，只能停下來先想一想辦法。可这也難不倒聰明的阿平，他不知道從哪裡找來了一隻鈎子，很巧妙地利用了這個木棍，把這根柱子抬了上去。至此房屋的主要位置都已經用了木頭固定好，而其他地方就需要用一些竹子了。竹子要比木頭輕多了，在安裝的時候阿平可能会省力了，拿来一個鋸條把這些竹子削成固定的尺寸，然後拿來竹子比劃了一下，尺寸剛剛好。阿平建房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經驗了，但此時的阿平已經累得滿頭是大汗，這每一滴汗水也是阿平不虛精神的表現。把這些竹子全部用麻繩綁好之後，阿平房子的框架就算基本完成了。然而此時的阿平也已經一點力氣都沒有了，他回到了自己的臨時居住所，坐在了地上，已經不想動了。漫長的夜晚，阿平又要在這裡度過了。前方無疑充滿了各種艱難險阻，但我們認為阿平憑借着他的頑強精神與偉大的母愛，一定會成功的。期待阿平迎接更美好的一天。